众所周知，我们影视飓风每年都花非常多的预算买相当之多的怪东西。那么有些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又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怪东西，也发生了点意外。比如我最近被骗了30万，等会你会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。但是目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品，这个叫做 Panda Board 熊猫板板，它是帮助你练滑板还有冲浪练平衡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在我们公司呢，迅速变成了一个竞技游戏。这个其实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勾我的，你是勾我的。嗨。你为什么要踢我？这只是我们怪东西之中非常小的一件东西，虽然这个东西要899一块，899一块。哇，欢迎来看看我们影视飓风的怪东西7.0。这里是我们公司非常有名的博物馆区域，当时库克其实也来过这边，在这边驻足许久，看了很多东西。我们来这是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新添了一批很重要的藏品，李思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哇，我看到了，对吧？这个都是一些我们作为90后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，对，《灌篮高手》、七龙珠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看有签名，哆啦 A 梦。全部是签绘哦，就是你要想，我们公司现在成长了，对吧？总应该放点藏品在公司里面吧。所以，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跟我说，能够帮我收来这些签绘，然后只要30万。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，你还会投资了。是的，直到呢有一天这个有个小条子被贴在了这里。辖区内潘先生购买漫画真迹被诈骗30万。我就一个道理，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个并不是真的会这么蠢。其实我当时是去网上 check 过了所有的东西，它有证书，什么都有。然后还好我们公司有一位2次元推的这个同事非常厉害，就是李思维部门的，他检查到了，发现这个在网上有个先例，然后告诉我了。我们研究以后才发现，日本有个专门的集团，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。现在在很多拍卖网站上卖的全是这个假的，他们甚至会把真迹买走，然后再克隆出多个假的，把真迹留在那边。去卖给很多美国人，给他们吊成翘嘴。我觉得我有2个道理，想要分享给大家。你分享。一，当你觉得你被诈骗的时候，你肯定被诈骗了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第二，当你质疑你买东西有可能买到假的时候，你直接买假的。这是个什么逻辑？你直接买假的，你买到的不可能是真的，你的预期绝对不会违背。对不对？好像也有这么点道理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来到我们公司是被我诈骗了？你有没有觉得我来到你的公司是你被诈骗了？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怪东西吧。我是谁？绵绵冰机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绵绵冰机，因为之前大家一直说想要我们配一个绵绵冰，绵绵冰机点击制冰。绵绵冰呢，一定是不能够不配着佐料吃的，有服务员的。我们公司绵绵冰是这样的，这服务员好黑啊！我理解这是陷阱，对不对？8种灵魂之子，有好的有不好的，我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。好，我觉得我这个是选择的很正确的。我选择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笑，但是你选的时候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。真的假的？这对吗？哇，这太恐怖！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绿色的是香菜粉。我操，我以为是抹茶。这和怪东西没有关系，这就纯粹是人性的恶。这是我们公司最新采购一辆车，这个理想 Mega Home。我该怎么证明这不是一个广告？我更喜欢小鹏X9。然后呢，这辆车我们买来是做什么用的呢？主要是用来接客户，还有很多时候现在会有超级多的线下需要出差的那种活动。然后这个 Home 版本呢，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桌子，但是这样展示有点太无聊了。你知道那种就是会跳进去车里面跟人介绍的那种？我知道的，就是直播的那种。我知道的，那个人很牛的。好的，来准备，3、2、1，走，哥哥一起上车，理想 Mega Home， 上去就做梦，49万8，理想带回家。
哥哥一起上车。大空间，体力活。等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重要。好像擦不掉了。就是理想 Mega 的这个 Home 版本啊，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椅子全部是可以转过来的。就是你看啊，只要我想可以转过来变成这样，也可以你整个椅子全部转过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所有人开会。但现在这个做法呢，你觉得是适合什么场景？我们可以这样做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，来，你要给我汇报方案，李总，哎，你要给我汇报方案。我这边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方案，你看，李总是这样，最近的这个业绩呢，其实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比如说我想认可你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交互。但是刚刚你的车子被我撞在马路牙上了，为什么我在动啊，李总？为什么我被转起来了？为什么，李总？为什么你要把我转走？为什么？哎呦，这个凳子，出问题了，这座椅调节失败了，桌子已经被顶歪掉，我直接卡住了。我操！你也是有天赋的，毁坏东西上面。等下这椅子也动不了。这里是我的工位，正如李思维的记忆一样，我之前那边有一个55寸的巨大的弯曲屏幕，但现在我把它送给了我边上的编导，所以把它换成了3块6K 分辨率的 Pro Display XDR。这可能是我最近最大的一笔在显示方面的消费了，花了10几万。好，上一次我开会和一个很重要的甲方，那得给柜子开。我现在有一套很好的方案，就是为什么我有3个屏幕？因为这个屏幕是我给甲方的沟通屏，这个屏幕是我给甲方的演示屏，这个屏幕是我的导播屏。就是你看，我要跟甲方说话，我就来了，然后呢，我要切换，比如说我要切到屏幕采集转场。好，就到屏幕转场，就像是一个这个发布会的 keynote， 但是被集成在了我的工位上。你看这边我还可以切各个机位，然后机位的话呢，这边我还有刷 B 肉的自动化系统，就是专门帮我刷产品的特写。比如我要介绍这么一个产品，放在这里，它是自动环绕的。哎呦，它会动的，它会动的，它自动动的，让我竟然说不出任何尖锐的批评。然后呢，我来展示一下，有些东西更厉害，都是你没见过的。这个金手机，金立。虹膜，它是镀金的，这是真金手机，金的，这金的，哇塞！你买这个手机，它会给你金卡，背面是碳纤维，正面是金卡，心动了吗？这台手机卖好像1万块钱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有钱人的玩具。然后呢，为了体现出这个霸气，就我们之前有个乳磁的节目，这是那个乳磁炮弹，这是乳磁，真做出来了，真做出来了。你再说一下，真的做出来了。甲方为什么现在不敢来线下了？因为我有乳磁炮弹，对吧？你看甲方他要是意见一多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有什么意见，李总？感觉说不出意见了。你有什么意见，李总？感觉就是你有什么意见？感觉就是说不出意见了已经。所以这就是我工位目前的一点更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1到10分，你给我的工位打几分？这个严谨上不能说是怪东西啊，因为是我们公司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的加入。这是我们公司的秋雨，他是一位编曲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秋雨，然后我现在在飓风担任编曲师。然后其实他第一次真正做的曲子，也许有朋友会有印象，是我们《样片日记》印尼里面那个水下的那一段的那个曲子。当时很多朋友说很好听，怎么搜都搜不到。答案就是这是秋雨做的曲子。我们今年就开始慢慢尝试，能不能够有一些原创的 OST， 我们自己的这个 track 能够被做出来。所以秋雨就承担了这个重任。你能走一个旋律吗？现在走一个旋律啊，就比如说这个乐器叫箜篌哈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秋雨，他是在做一个甘肃那边的那一条那个路的整一个的这个曲子，你会感觉就是这个味儿。你从几岁开始学乐器的？我4岁开始弹钢琴，我弹了15年钢琴。你能再换一个乐器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吗？你就可以顺着这个弹，因为我已经编的差不多，就你也可以试一下。我怎么试？我试什么？就跟着感觉来。
因为这个很固定嘛。很好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影视飓风的下一步，我们会尝试在音乐领域也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出来，尤其是原创曲目结合样片日记或者别的有意思的节目来呈现给你。这个产品应该是我最近买过最离谱的产品。这个相机叫做富士 X-Half 相机。最搞笑的就是，首先这台相机的参数，它是一个1英寸的传感器，和你的手机是一样大的。其次，它里面的这个芯片是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芯片。它可能唯一特点就是它背面的这个屏啊，是一个竖屏，还有一个可以帮助你触摸去调整它胶片的一个相机。然后它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按钮呢？因为它是数字胶片，它可以强行设置，你弄完以后必须要过片。OK， 才可以拍下一张。OK 那么这么好的产品要卖多少钱呢？它卖你5000块钱。富士发现有的人只需要仪式感，所以他除了仪式感什么都没有了。李思文，要不你来拍一张对比吧，给朵朵。没问题。你来指引朵朵。Love。你要和模特互动的。互动吗？早上吃了吗？吃了。好了。好，然后你给朵朵用这个拍。嗨。哦，有只手出来了。然后最搞笑的就是，曾经还有很多经销商以为这个东西会被炒得巨高，所以疯狂加价，最高的时候加到了1万多块钱，然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理它，所以今天它的价格应该已经掉到4000左右了。我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网上老有人说你炒相机，你现在夸它，然后夸它会涨价吗？对，然后我把你那段单独剪出来，不可能的，就是网上为什么人总觉得我们能够撬动一个相机市场？哇，这 X-Half 真是一台独特的相机，有着独特的美感、独特的审美、独特的芯片、独特的镜头材料。假如你的柜子里面缺少一台相机，那么我非常推荐你去买一台来试一试。默契。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完抽象影像设备之后，我要给你呈上来的我们公司目前最猛的分辨率的相机，这17K。然后这台相机呢，它的特性就是它是一台大画幅相机，它的传感器有多大呢？这个是全画幅，这个是这个相机的传感器，但是因为传感器大了，所以它镜头也会大。这已经是行业里面首创的，可以说是他们相对来说比较轻量化的大画幅镜头了。没错，这个其实挺轻量化的，说实话。17K 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哈苏拍一张照片也没有17K 的分辨率，但它每秒钟要拍几十张照片，一直拍。所以来对比一下，李主任，你现在站到镜头前面，我用一台优质的富士 X-Half 相机先给你拍段视频，现在你看到的是富士 X-Half 拍的1080P 的画面，然后呢，这是这个17K 这个相机拍出来的这个画面，这看不出区别，我真的要破防。但是你要看看，就是一旦你要对画质有追求，你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。我的啊！你扛上来，我帮你拖住。就是一旦你把画质从8K 再翻1倍翻到17K， 我坚持不住了。你坚持不住了。这个你试试看，这不对的。怎么可能不对啊？不对。我这个不对的。这是人用的。你想扛吗？我靠！这台相机会教育每一个喜欢画质的人，告诉他画质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怪东西分享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各位喜欢的话，也请给我们点赞为3连转发。不知道你觉得我们这期哪个东西最怪？如果你有更多想看的东西的话，也欢迎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，也许我们团队就去买来给你看一看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